Bukan saja di Johor dan Negeri Sembilan, seluruh negara saya bersedia。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豪迈下战帖，是胸有成竹还是被逼上梁山？ Your Majesty and Your Excellencies. Bunga Raya,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还记得半年多前在亚细安峰会意气风发的安华吗？才过了几个月，他就被内外夹攻，削减燃油补贴引起反弹，执政联盟国阵逼宫，所领导的公正党领袖出走。他最近一直在派钱，比方说派书卷然后派援助金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变成安华他现在的唯一的手段。那yang ada itu menghina。种种不利因素叠加，削弱安华政府在来届大选的优势。他会孤注一掷解散国会、提前大选，还是等待一个最佳时机？对安华来讲说，他目前已经没有所谓最好的时机了，他只有不好以及更不好的时机。本期世界大解说解析安华的连任之路是否危机四伏。Kepada Allah kita berserah。6月1号，柔佛州务大臣也是国阵及巫统的柔州主席翁哈菲兹宣布解散柔州议会，为州选举铺路。国阵这个执政联盟的议员早前已经放话，将在来届柔佛州选单独角逐所有议席，摆明不跟安华为首的西盟合作，正式打响了国阵逼宫安华团结政府的第一枪。3天后，安华担任主席的西盟迅速出招，西盟掌政的森美兰州议会也宣布解散。这个时候他同时举行森美兰州的那个州选的话他有机会就是分散国阵在柔佛州的那个资源分配咯，资源调配咯。如果他们在没有其他州选的那种状态之下他们只是很专心的去打那个柔佛州的话这样子他们胜利的几率就会更大。但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随后宣布，柔佛与森美兰州选不同步，将分别在7月和8月举行。这个决定出乎各方意料，也破坏了西盟的如意算盘。团结政府成员各有政治算盘，反映出跨阵营联盟的脆弱性。2022年马来西亚第15届全国大选结束后，没有政党或联盟获得过半议席，马国政坛首次出现悬置议会。最后在10任国家元首协调下，由西盟、国阵、沙拉越政党联盟组成团结政府，希望终结2020年到2022年间2年换3任首相的政治乱局。团结政府至今执政3年半，曾长期主导马国政坛的国阵似乎再也不甘辞服，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主导权。选在这个时候出手，国阵究竟看准了什么时机？安华政府他现在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真实发生的都跟预期不同，所以就导致他民间怨气很深就比方说包括那一个燃油津贴的问题。自今年初美伊冲突以来，马来西亚免不了被全球油价波及。根据马国财政部4月的数据，在当时原油价格冲高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承担的燃油补贴支出，从原本的每月7亿令吉飙升10倍至70亿令吉。回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40亿左右的每一月的平均这样的一个津贴的这个费用，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就拿这个40亿的这个津贴作为一个标准好了，那你一年大概就是480亿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纯粹因为这个燃料津贴就已经耗尽了我们所有要用来做一切的福利津贴加燃油津贴的所有的费用。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发现油田后，1980年代开始实施燃油补贴，初衷是想让石油收入惠及国民，但现在这项政策已经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是敏感的政治课题。
马来西亚虽然是产油国，但主要出产密度低、粘度小、品质较高的轻质低硫原油，出口这类高价原油，同时进口较便宜的重质原油进行炼制。马来西亚利用差价优势，提升经济效益，并满足国内燃料需求。由于国内需求不断增长，马来西亚的原油进口量已经大于出口量，因此在国际油价上涨时，难以完全抵消国内的价格压力。大马作为一个石油出口国，然后你不可能说对于燃料的这个使用完全没有任何的津贴，在马来西亚来说，那大概就是一个政治自杀。我们每次在谈这个津贴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常用的字眼，就是针对性津贴。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把津贴用在对的人身上，而不会出现说本来应该得到的却得不到，不应该得到的却得到，好，这样子的一种平衡，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你削减那个燃油补贴虽然是不得民心，政府呢他们其实理应也是可以启动一些止损，比方说可能透过其他减税的模式可是政府他没有推出这些相应的配套就是削减。OK， 好，我就是要削减，所以呢，它就会让人们有那种情绪上观感不好了。我选的这个政府它是特地要来让我生活难堪的。自2008年开始，每一届马国政府都在燃油补贴改革与民意压力之间展开拉锯，直到去年9月，符合条件的公民才能享有津贴的Budi 95机制才刚刚落地，还来不及验收成果，就在今年初被美伊冲突杀了个措手不及。这个燃油补贴的课题已经是超越了经济层面，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政府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么民众会对政府失去信任，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信任的议题。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呢，就是政府除了在削减或者是津贴合理化之外，能不能够有其他的政策来确保这一些低收入或者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受影响。民生以外，种族与宗教也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的核心问题。从雪兰莪州禁止养猪业到新都庙拆迁风波，安华执政这段期间，种族与宗教事件层出不穷。再加上无法完全兑现改革承诺，华裔和印裔对于安华为首的西盟的热情似乎正逐渐消退。华裔跟印裔是相当现实的，他们也知道说改革的步伐不是这么容易，那么只要安华告诉华裔跟印裔选民说，我会守住世俗的这条底线，保障经济活动不受影响，确保华文教育能够获得发展的这个空间，那么就算票有流失，但也不会流失太多。偏偏安华在过去3年并没有让华社感受到他守住世俗的底线，反而他不断的向不管是巫统还是保守派做出妥协跟让步，这一系列的动作已经令到华裔跟印裔社会是相当的反感。其实印裔社会对安华的不满是比华人社会还要高。华人他们呢基本上对现在的政局有一些疲劳感所以他们也是会有很大的机会呢是不出来投票的。可是呢，印度选民呢，他们的投票率应该会很高，所以呢，印度的选票呢，它可能之后会成为大选的一个造王者。今年5月，安华任主席的公正党一份党内战略分析报告外泄，显示公正党选情告急，在来届全国大选可能上阵的66个国会选区中，只有7个属于堡垒区，而仅有的7个堡垒区当中，据传有4席掌握在前署理主席拉菲兹阵营手中。随着拉菲兹另起炉灶，接管同心党，公正党未来的选举部署恐怕将面临更大挑战。公正党没有办法拿到这一群马来甘榜马来人的选票，因为他除了是多元之外，他也被他的对手贴上说你是被行动党主导，你是行动党傀儡的政党的一个标签。
当同心党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华裔跟印裔选民呢，对公正党是相当失望的，尤其是城市的选民。那么现在同心党出现了之后呢，他会分掉一部分或者至少1/3不满公正党以及不满行动党的这一些支持。他们是陷入一个死胡同啊，就是他们现在就一直在种族跟宗教的这一块呢，就是一直在那边围绕着他转啊。我是讲马来政治啦，马来政坛。当选民拒绝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因为不够宗教化，是因为不够种族化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激进咯。比方说，你看公正党，你看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推动了多么多的那个伊斯兰化政策。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失去很多马来选民的支持，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够宗教化，不够马来民主化所以他们要尝试迎合他们。安华正遭遇内外夹攻，疲于应对以示不争的事实。而身为主要反对联盟的国盟也陷入单飞不解散的尴尬处境。伊斯兰党和土团党宣布政治分手，各自布局选举，但谁都不愿意退出国盟。国阵显然看准机会发难，一旦在柔佛州选胜出，不仅能大幅提振党内士气，更可借势向安华施压，推动提前举行全国大选。Kalaupun kita mengambil pendekatan yang hikmah, berunding dengan baik, tidak menegur dan menyergah mereka secara terbuka, kerana kita faham maksud bil hikmah. Tapi jangan salah baca, jangan salah faham, jangan ugut dan ada tindakan ke arah pengkhianatan. 遭队友抛弃却不肯示弱的安华，已经表态短期内不会解散国会。他还有机会跟队友重修旧好吗？安华在这一个时候呢，他也积极的拉拢东马、沙巴及沙拉越，就是 GPS 跟 GRS， 他要让巫统知道说，就算你要离开的话，只要沙巴及沙拉越继续支持我的话，我的这个政权依然还是稳固的，所以你毕恭与否对我造成不大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但是比较少人碰的呢，就是Zahid Hamidi， 虽然他在47项贪污洗钱的这个案件当中已经被法庭宣判释放不代表无罪 DNAA， 但是 Zahid 他很想要一劳永逸解决这一场官司，所以他就入禀法庭申请把这个释放不代表无罪的判决改为无罪释放，让 Zahid 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而他的申请呢是还没有开庭审理的。Zahid 申请无罪释放的这个案件呢，被很多观察家察觉，被看成是安华可以制衡 Zahid 的其中一个方式。阿穆扎西不仅是巫统和国阵主席，也是现任副首相。在法律风险与政治利益交织下，他与安华既相互依赖，也彼此牵制。这种微妙关系，相信将继续影响马来西亚未来的政局发展。安华上任以来，令吉走势回弹，从他就任初期$1对4.75令吉，到近期回升至4令吉左右，累计升值约15%。国际机构对于马国经济也抱持温和乐观态度，这些能帮安华加分吗？宏观数据确实是很漂亮，但是当回到群众去跟巴萨的安哥安迪讲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感觉，他们对马币升值、马币变得很强的感觉是很弱的，因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肉鸡的价格、白米、蔬菜的价格是不是有下跌。安华呢，其实他也是发现这些东西对提升民众的那个支持力呢对是没有用的所以最近你就可以发现到他最近一直在派钱比方说派书券然后派援助金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变成安华他现在的唯一的手段，他只能够做这些事情。经济因素它对于州选来说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为经济的表现好不好，必须是
人民亲身感受得到、看得见。但是我们在谈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因素它往往就是有这么样子的一种尴尬的角色。就像我说的，如果它是一个坏的表现，它确实就是一个扣分题；但如果它是一个好的表现的话，我们又会觉得说那个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底线，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在马来西亚常提到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为什么人民无感？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扣分题了。马来西亚大选最迟必须在2028年2月底前举行。安华是否已经错过提前大选的黄金时期？他争取连任的下一个有利的政治窗口还会出现吗？其实对安华来讲说，他目前已经没有所谓最好的时机了，他只有不好以及更不好的时机。他是处在一个相当被动的一个情况，尽管他是执政党，但是他过去4年所执行的一些政策呢，是没有办法让他的支持者感受到很雀跃的，支持者反而是越来越失望。所以这一点呢，令到安华跟公正党手头上没有太多的好牌可以打出来。现在他们要做的应该是会可能拖到明年可能拖到明年年头。如果是逼不得已的话，他们也是会尽量拖到今年的10月过后就是马来西亚的财政预算案之后，当他发布那些财政预算案里面有很多利好的消息的时候这样子他们可能才会在之后解散现在马来西亚的选民呢，必须要接受一点，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大联合政府的一个时代了，就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赢完所有，所以先投票后结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它也考验政治人物的政治道德。它好处就是能够打破那个单一政党垄断的情况那种竞争而且也是会提升那种所谓的问责性就是因为你的选择多嘛，所以他们对其他的政党还有对候选人可能会更加有要求。马来西亚政治正处在一个分水岭，西盟、国阵、国盟，谁会成为下一轮权力重组的赢家？若政局再度出现变数，王权又将扮演怎样的关键作用？在时代洪流下，选民或许无法左右所有变局，但还是能谨慎投出手中的一票，并期待民主制度在一次次挑战中完成自我修正，逐步走向成熟。